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当考古成为追剧新姿势，诚意的剧凭什么越播越火？还记得去年那部讲基层法官的底线吗？最近他又被10几万人从片库里翻了出来，重新打分，热烈讨论。一部没有流量噱头的行业剧，评分不降反升，硬是冲到了 8.5 的高位。观众们说，看第一遍是学法，看第二遍竟品出了几分做人的道理。这可不是孤立，他的另一部谍战剧《深潜》2024年首播，至今已被各地卫视轮番播放了不下15遍。就在今年3月，广东和四川卫视的黄金时段还在同步联播，收视份额一度冲到 8%。更让人惊讶的是，观众里有一半是年轻人。央视一套在白天重播，其收视率甚至能把某些晚间档的新剧远远甩在后面。这不禁让人想问，在影视作品如潮水般涌来又迅速退去的今天，为什么它的剧集反而像一坛老酒，时间越久，味道越纯，喝的人越多？数据是最诚实的旁观者。去年他主演的3部新剧，每一部的全网播放量都突破了10亿大关，3部加起来逼近40亿。其中一部《天地剑心》，仅在抖音一个平台的话题播放量就高达37亿次，微博相关话题的阅读量更是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201亿。这早已超越了爆款的范畴，更像是一台持续运转的印钞机。但更邪门的是那些已经播完许久的老剧，从仙侠巅峰《莲花楼》到谍战之作《深潜》，几乎没有一部作品扑街，每一部都仿佛拥有了独立的生命。《莲花楼》播完已1年半，却还能在某一天突然空降各大平台飙升榜的榜首，这揭示了一个与传统认知完全相反的逻辑。对于他的作品而言，首播仅仅是一声发令枪，而此后漫长岁月里的无数次重播，才是一场真正考验耐力的马拉松。那么，这股逆势而上的长尾效应根源究竟在哪里？市场用真金白银的点击率和电视台反复购买的版权费，投出了最真实的一票。它告诉整个行业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依赖营销和颜值的流量终会过期。但能让自己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观众心中值得反复品味的经典款的演员，永远是市场上最稀缺的资源。目前，他手中那部尚未拍完的《两京15日》，仅在平台的预约人数就已经突破了46万。这份开播前的期待，正是市场对他过往每一次角色托付都圆满完成的最高褒奖与最深信任。所以，别再问为什么他能持续霸屏，答案或许就藏在他对待每一个角色的方式里。当行业里许多人还在热衷于制造速食快餐，追求即时热度时，他选择了一条更笨、更慢的路，像匠人打磨瓷器一样，去打磨每一个角色，每一部作品。快餐吃完即弃，满足一时之需，而精心烧制的瓷器却能在岁月的使用中愈发温润光亮，甚至成为可以传承的珍藏。这种打磨，首先体现在他对角色近乎执拗的沉浸之中。他仿佛从不满足于仅仅扮演一个角色，而是致力于让角色在自己的血肉中活过来。无论是琉璃中雨丝凤为爱承受时世煎熬的破碎与深情，还是莲花楼里李莲花从天下第一到江湖游医，历经沧桑后的淡然与通透，他都能让观众忘记演员本人，只记住那个正在呼吸、正在疼痛的角色。这种代入感来自于对角色内核精准如手术刀般的把握。他能用一句话就提炼出角色的灵魂，与司凤试出欣慰救赎。此生未宿命，李莲花是柔和的冷漠敷衍，看见众生，懂得众生，成为众生。更绝的是，他将这种理解化为无数个纤毫毕现的细节。底线里
基层法官周易安翻阅卷宗时一个自然的动作，能成为观众讨论的热点。莲花楼结局里，莲花那句轻飘飘的小舟从此逝，没有嚎啕大哭，却让无数观众彻夜难眠。在《长安24记》里，他饰演的谋士谢怀安，甚至不需要激烈的台词和动作，仅凭一双眼睛就撑起了整部剧的权谋气场。杀完仇人后眼底的怅然若失，威胁对手时抬眼一扫的阴鸷压迫，面对至亲不敢相认时隐忍的温柔，所有复杂情绪都在瞳孔的收缩与颤动中完成。观众戏称，要看懂剧情的先学会解码他的演技。这份匠心甚至延伸到了武打戏份。他的打戏之所以能破圈，在于摒弃了浮夸的特效堆砌，回归到武术的肉身叙事本身。莲花楼中的东海之战，他的每一个腾挪翻转，每一次剑锋出鞘，都严格遵循身体的力学逻辑，让衣袂翻飞的轨迹都暗合角色当时的心境。打戏在他这里不再是炫技的视觉噱头，而是角色内心世界与灵魂状态的外化表达。正是这种戏大于天的虔诚，让他的作品摆脱了快消品的命运。琉璃播出5年后，依然稳居各大平台古装剧榜单的前列。莲花楼更被业内视为近年来武侠题材复兴的一座标杆。他的粉丝也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打榜做数据的数据劳工，变成了主动的内容共创者与传播者。他们乐于反复观看，深度解读剧情，制作各种视频和文章，向更多人安利。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形成了强大的口碑传播力，让作品的热度得以持续发酵和蔓延。有趣的是，这种由角色魅力建立起的信任，也延伸到了对他戏外人格的认可。片场花絮里，他会把磨破的手套默默递给5行兄弟，会为了和粉丝合影而自然的单膝跪的，会在夜色中用手机灯光为他人照亮道路。戏里的侠客用剑守护苍生，戏外的他则用这些不经意的细微之举，传递着真实的善意。这种戏里戏外高度统一的真诚，让角色光环与个人魅力产生了奇妙的共振，让观众觉得那份令人沉醉的，不仅仅是一个个虚构的英雄，更是那个将演员2字视为信仰的真实的灵魂。纵观他的演艺之路，没有天降紫微星般的运气，更像是一个笨鸟先飞的励志故事。从唐宫美人天下里只有几秒镜头的小侍卫，到青云志中崭露头角的林惊羽，再到凭借琉璃一战成名，他用了整整9年时间在沉淀。爆火之后，他也没有扎堆在舒适的仙侠区，而是不断挑战底线中的法官。南风知我意里的总裁，深潜中的谍报人员等截然不同的类型，每一步都走得清晰而坚定，步步为营，不断打破外界对他的固有想象。他的商业合作也显得格外克制，代言重质而非重量，与各大平台保持均衡。开放的合作关系不以捆绑换资源，而是以作品质量赢得主动权。这一切都构筑起一道以扎实作品和可靠人品为核心的护城河。因此，诚意的爆火从来不是什么玄学，而是一场实学的胜利。当行业一度迷信大 IP 加流量明星的速成公式时，他用自己的轨迹证明，最长的路往往才是最短的捷径。观众在他身上投射的不仅仅是对一个明星的喜爱，更是对努力仍有价值、专注中被看见这种朴素价值观的集体共鸣。所以，我们看到的越播越火，本质上是一场关于真诚的胜利。它回应了观众在倍速观剧时代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情感刚需，不是被工业糖精短暂麻痹，而是被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角色长久的治愈与陪伴。它的剧集就像那些被反复使用的精美瓷器，初看惊艳，久用弥心。在每一次与观众目光的碰撞中，
沉淀下更深厚的光泽与意义。